农民工绑架亿万富豪的女儿却不要钱，为的竟是逼她给自己做老婆。农民工本是厂区的保安，给老板兢兢业业的工作了10年，哪知最后自己的老婆却弃他而去，为的就是跟富豪双宿双飞。如今他做这一切，为的就是也让富豪知道什么叫妻离子散。没想到你也有今天吧？你是不是觉得你有钱，钱什么都能买？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富豪为了保护女儿苦苦哀求，甚至当农民工说到只要他跪下就可以放走他的女儿，富豪犹豫片刻，最终还是选择下跪。此时女儿看到父亲被这样侮辱，情绪激动间失足掉下了楼，好在消防员在下面铺设了气垫，最终他平安得救。农民工也被抓回了警局，本以为事情就此告一段落，哪知不久后富豪的厂区发生了火灾，消防队接到报警，迅速赶往现场。此时厂区内被困人员基本救出，但是由于货物的堆积，消防通道被堵得严严实实的，并且起火点十分隐秘。消防员经过2个多小时的奋战，终于将大火全数扑灭。与此同时，消防队的火情调查员也对起火原因进行了调查。调查员对火场进行了认真的勘查，从中发现了诸多的疑点。于是调查员找到富豪调取监控，可富豪迟疑了一瞬，还是配合的交出了监控。调查员一并对监控进行了认真排查，最终在其中发现了端倪，于是赶紧联系了警员何然。从监控录像上的黑影、现场汽油燃烧过的痕迹来看，基本可以确定是人为纵火。第二天，一兵就来到了富豪的公司。当调查员一兵说出他的判断后，富豪贺总却对此矢口否认。一兵见此情形，当即拿出一叠照片。贺总看完照片表示自己也不会查案，这些照片能说明什么呢？一兵说厂区管理混乱，人员纷杂，很多安保和消防措施都有漏洞，这才给了纵火犯机会，并且这个人对厂区十分熟悉，很有可能是内部人员作案。可即使一兵都已经把话说得这么明白，贺总依旧装傻充愣，说火灾是意外造成的。很明显，这个贺总是对这件事情知情，并在隐瞒着什么。见一兵还想说些什么，贺总直接叫秘书送客。就在这时，警员何然也赶了过来，及时亮明身份，要求贺总配合调取全部员工的资料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贺总也不得不交出了资料。可是贺氏企业是本市最大的集团公司，怎么可能只有这么少的员工？显然贺总是不想他们继续调查。贺总反常的态度让一兵确定这起案件一定有问题。秘书送走2人后回到贺总办公室，贺总特意交代秘书一定要将这件事查清楚，绝对不能影响公司的上市。从贺氏集团出来，一兵再次来到现场勘查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在一个电箱处发现了问题。就在这时，门外发生了响动，一兵转身追去，奈何男人跑得太快，一溜烟就不见了身影。一兵当即给警员何然打去了电话，告诉他自己找到了关键证据，并且在现场碰到了嫌疑犯。说完就赶往警局，再次查看起员工资料。一番查看后，并没从中发现什么。一兵跟何然只好再次来到消防队调查。他们对案发当晚每一个救援的消防员进行了询问，可所有人的答案基本都一样。无奈2人只好找到了消防队的技术员，他们对厂区的监控进行了仔细的检查。在一段视频里，技术员发现了不寻常，监控中一个男人一直在躲避着监控。整个厂区有24个摄像头，可只有2个拍到了他，并且还全部都是背影。这就说明男人对于厂区内部摄像头监控的排布十分了解。根据查阅厂区的分布图，发现5号仓库是酒水存放区，是最容易着火的地方，并且5号仓库距离办公区最近，起火源的7号厂区距离办公区最远。从这其中就能看出，纵火犯是只想纵火，并不想伤人。可能纵火犯第一步只是为了让贺氏集团造成大量财产损失，那么有第一步就一定会有第二步。于是何然再次找到贺总，向他说明了现在的情况，并且提醒他及时配合警方调查，避免造成2次损失。可贺总依旧油盐不进，对于何然的询问顾左右而言他，丝毫不往关键处说。对于何然要求提供的安保名单，贺总更是推脱说安保是出事后才完善的，之前的安保并没有具体的名单。从贺总的态度，何然也看出贺总是不打算配合调查了，只好愤然离去。然而令贺总没想到的是，他半夜下班在楼下碰到了保安，正说话间就看到远处有个保安穿着的男人死死盯着他，当即询问保安今天是2个人值班吗？却得知今天只有1个人值班。贺总惴惴不安地走到门口，竟无意间在桌子上发现一个信封，而信封里装的正是他和一个女人的合影。贺总心事重重地走向自己的车子，就当司机想要接住他的包时，他却说自己想一个人静静，让司机先回家不用管他。
司机本想再劝，可看贺总态度坚决，只好先行离去。可当贺总刚坐上车，一把匕首就架在了他的脖子上。看到男人的面容，贺总愤怒地说：“10年前都已经给过一大笔钱了，为什么还拿那些照片威胁他？真的不怕他报警吗？”男人正是之前绑架他女儿的张有刚。此时张有刚丝毫不惧，表示贺总现在要什么有什么，而自己什么都没有，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看来贺总面对警方的调查一再隐瞒，果然是有原因的。当贺总说他在努力将事情弱化，但是目前的情况已经脱离他的掌控。贺总好言相劝，可张有刚油盐不进，只以为贺总是在拿警察吓唬他，拿到自己想要的钱他就离开了。可张有刚拿到钱后并没有因此收敛，而是再次将电话打到了贺总的家里。巧的是电话刚好被贺总的女儿接到，女儿颤颤巍巍地询问他是不是就是放火的人。男人没再跟女儿废话，一会儿园区会有场大火，让他等好收尸吧。我给你们家就是鱼死网破。女儿还想继续劝说，可那边毫不留情挂了电话。女儿慌张地将电话打给了一兵，得知情况紧急，一兵赶紧通知了消防队，然后赶往了贺氏集团。就在他刚要走进厂区的时候，迎面一个男人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一兵本想叫住男人，可刚走2步，身后就发生了爆炸，瞬间厂区内就骚乱起来。一兵赶忙冲进去帮忙。如今火势蔓延迅速，消防队当务之急就是要先解救被困人员。与此同时，公安部门也积极配合，一旦发现可疑人员，当即就可实施抓捕。一兵深入火场积极救援，可他却不小心被困在了里面，最终在3楼深处找到了昏迷的一兵。眼看火势不可控制，就要发生爆炸，消防员带着一兵跳窗逃出了火海。看到队友因此受伤，压抑不住怒火的消防队长对着贺总就是一通怒骂。如果不是他的不配合，就不会有这么多无辜的人牵涉其中，也不会造成那么大的损失。如今事情造成严重损失以及恶劣影响，公安部门决定对贺氏集团连环纵火案正式立案调查。而一兵作为本案的唯一目击证人，现在要做的就是配合警方的调查。一兵将自己知道的一切如实的说出。昨天他接到贺总女儿的电话，说凶手威胁他们要在员工宿舍进行第2次纵火。得到这一消息，他就迅速通知消防，然后赶往了现场。在厂区门口，他看到了凶手，因为凶手从身边经过时，他从对方的身上闻到了浓烈的硫磺味道，并且他觉得凶手应该很了解员工宿舍的构造，因为起火点就是堆满油毡的杂物间。当时火势蔓延的速度特别快，他怀疑现场一定有助燃剂，杂物间基本没人会去，油毡又是极好的助燃物，这说明纵火犯一定具备一定的消防知识。通过以上的发现，基本可以确定纵火犯就是贺氏集团负责安防工作的人。就在这时，何然也接到电话，贺总主动的报了案。警局里，贺总交代了一切。10年前，贺总正是人生最低谷的时候，公司出现危机，妻子重病。那时候自己的秘书芳芳给了他很大的精神慰藉，在芳芳的鼓励下，贺总度过了危机。当时他一直以为芳芳没有家室，哪知芳芳的丈夫突然找上了门。何学明，你个混蛋是我老婆！你老婆？有刚，你说谁是你老婆？别再给我装傻！直到那时候他才知道，芳芳和张有刚一直是夫妻，但是因为公司规定员工之间禁止恋爱，所以他们俩向所有人隐瞒了婚事。这件事让他后悔不已，成了人生污点。本以为事情已经结束，哪知那天他收到了一张合照，张有刚在公司做了10年的保安队长，没有人比他还清楚安保的漏洞。说着，贺总也拿出了张有刚在职期间的所有资料。得到贺总的帮助后，嫌犯的身份很快被确定。随后，所有消防协同警员对案情展开了分析，通过2次火灾烧毁痕迹和现场证据，犯罪嫌疑人有一定的消防知识，并在公司做过10年的保安队长，对案发现场了如指掌，因此确定嫌疑人就是张有刚。如今所有证据齐全，最终张有刚被顺利抓捕归案。审讯中，张有刚坦然承认了一切，表示所有的火都是他一个人放的。从目前张有刚的情况来看，他心理素质极高，虽然他承认了一切，可对纵火原因却闭口不谈。当警方问起他为什么放完火后又再次回到现场，张有刚竟嚣张地表示没放够，接着放。并且他还提到自己放火那晚还碰到了一个女消防员，他的话丝毫没有漏洞，可一兵却总觉得哪里有问题。另一边，心理专家也对张有刚的动作进行了分析，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现在十分紧张，从摸索的双手可以看出他是在不断给自己暗示，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可以确定嫌犯的镇定只是表面现象，故意隐瞒什么重要的事情。而另一边的数据比对也有了结果，放火和被抓的确认是2个人，
被抓的是张有刚的哥哥张有强。最终在警方的努力下，找到了真正的张有刚，案件到此终于告破。张有刚为了报复，不顾别人生命安全，肆意放火的行为，已经触犯了法律的底线，而面临他的将是法律的严。本期故事到此结束，点赞加关注，下集更精彩。